在你的公司名称里面就有一个字叫做创新 innovations。 对，你会觉得说在冒险的过程当中持续的创新是不是很重要的呢？这是非常重要。我们这样子说了，以前我们做一个公司的 projection 都可能说一个5年10年的 projection，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一个10年的预算或者是 projection 呢，已经不合理，东西变得太快了。在我们的核心价值里面有2样东西是大家都要学习的，一个就是学习 keep learning， 第二个呢就是你学习了你才知道世界有多大，东西在变着，东西之前不行的就要面对现实淘汰，重新学创新新的东西，所以 innovation 是很重要。也是因为这样子呢，有时候这个团队当我们需要新的一个元素的话，我们就会去招新的人才回来，来提升大家的这个知识。你好，我是能杰。这个时候你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 BFN 财经所制作的开门见商。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是 Inside Innovation Groups。那其实呢 Inside Innovations 是一家成立于2020年的公司哦。在过去的几年呢，其实他们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是一个好的变化哦。他们完成了并购还有重组，从原本只专注于食品科技，现在呢摇身一变成为一家为企业提供解决方案的公司。我在一篇报道当中就看到他们是想要成为企业的得力助手，这是他们的一个目标哦。那如今他们专注在3个核心的垂直业务，也就是金融科技、零售管理还有生活方式风险投资。这个服务范围呢已经扩展到了大型企业，甚至是本土的上市企业以及跨国公司哦。如何在短短的时间之内呢做出这么样子大的一个转变，然后让公司快速的成长？今天我们很高兴再一次的来邀请到了 Inside Innovation 的 CEO 谭立宗谭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先跟我们的观众来打个招呼吧。大家早上好，我是谭立宗，我是 Inside Innovation Group 的 CEO。那我就称你立宗好了，因为其实我们也不是第一次碰面了。对啊，是老朋友了。是，其实才短短的一段时间没有碰面，其实你的公司真的是出现了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啊。除了这个业务上面的一个转变之外，应该说是业务上面的一个拓展，变得更加的多元之外，其实在业绩上面很像也翻了好几倍。对，是。好，今天来好好的来请教你一下啊。好，这个时候先让我们的观众先来更新一下大家的记忆啊，还是要首先请你来介绍一下你们的公司，然后呢也来说一下，其实你们现在要达到这个成为企业助手的一个目标，其实这个愿景啊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愿景？好的，这样我就先从我自己本身的背景讲起了。我以前是在金融界的，也是就是以前所谓的 investment banker， 也曾经做过 auditor， 在4大会计楼。然后在上市公司也待过几年，所以我比较专注在公司重组融资上市这一块的这是头10年了。后12年呢，我就在专注在自己的生意。身为中小企业的企业家嘛，在马来西亚做生意从零开始其实是很辛苦的，而且假如没有贵人帮助的话，要把生意做到一定的规模，基本上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难。好。所以这12年来说，也走了一段蛮长的路，也从一个小公司去到今天的 Inside Innovation。所以我们本身是过来人嘛，就觉得说，这段日子这些人是怎么来帮助我们的？我们用过了什么解决方案？我们怎么能将这一套的这个东西变成一个产品或者是一个服务，来帮助其他的中小企业所以这个都是自己本身的经验。所以今天的 Inside Innovations 呢，我们最主要专注在3大领域。第一块是金融科技，就是融资或者是协助中小企业拿到这个资金。第二块呢是零售管理和零售科技这一块，也就不只是从零售科技下手，也能看看能从有什么样的管理方式或者是策略方面，或者是 marketing solution 来协助他们成长他们的业绩，
或者降低他们成本哦。当然，第三块呢是这个 lifestyle ventures，我们还是比较专注在餐饮界了哦，因为 Inside Innovations 开始的起步是以一个食品科技公司嘛，也是因为我本身在这个餐饮界做12年了，所以对开关店都差不多有200多间了 ，OK， 也亏过也赚过，所以我觉得这个领域其实是蛮多挑战的。所以我们怎么好，我们还会在这个 F&B 餐饮集团餐饮业呢，是因为我们还想更加多了解有什么方案是可以去协助我们成长我们的营业额，或者是做更加好，这样我们才可以更加容易的跟其他的客户接轨，是这样子了。我刚才听到一个非常关键，您说的过去呢，因为你有遇到很多的贵人，所以感觉上现在你要成为其他企业的一个贵人啊，来帮助他们来进行成长，特别是在这个数码转型的这个部分我相信这也是你这几年一直很努力的一个方向啊。但是其实要成为别人的贵人，要为别人来成长，其实你要看到现在的市场的痛点，对不对？对。那你要有非常明确或者是敏锐的一个洞察力。那你自己是怎么样子去培养自己这样子的一个洞察力？如何去看到企业的痛点？我要看企业痛点的话，第一，我个人经商嘛，这10多年，我本身参与的领域超过10个。我做过建筑业，我做过房地产，我做过品牌管理。也通过科技 website F&B 贸易，包括 exhibition 或者是这个展览的东西我也做过 OK。 当然10个领域也是10个不同的生意，并不是每个成功 OK。 我失败的经验其实蛮多的，也是因为这个培养了 OK， 我就觉得从这里这个生意学到的东西怎么可以扩充到别的生意，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开始 cross sell 不同的 ideas 了 OK。 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为什么我们还有自己的一个餐饮的这个生意呢？是因为本身不跳进去不了解这个行业的话，根本是不会了解客户的痛点在哪儿。因为我们最主要的客户都是零售家，无论你是在做餐饮的，你是在开这个理发廊或者是 SPA 的，你们都是零售店，或者甚至是 supermarkets convenience store 都是零售嘛，所以大同小异的痛点是一样的。所以有了自己这个部门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现在的趋势跑到什么情况了 OK。 为什么有些店是赚钱，为什么有些店是不赚钱？所以只有自己在这行，你才可以有这个把握，知道自己在讲什么，能怎么协助到其他的人。我们创出来的这个方案服务方案能帮助到自己的店的话，就基本上能帮到其他的客户。那感觉上就是过去自己不管是成功的经验或者是失败的经验，你也愿意来分享，然后帮大家来少走很多的弯路。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OK， 特别是失败的经验。是。好，其实呢看到你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也对这个公司进行很多的比如说收购啦，或者是重组啦，或者是一些业务刚刚在开录之前你也提到说你有把部分的业务呢可能也是卖给上市公司对。为什么会想要来进行企业重组或者是一些不同的规划？OK， 那就要从我个人的背景讲起了 OK。 可能是因为我本身都是在金融界做起的嘛 OK， 所以在经商时候是免不了都会将我学会的东西放在自己的经商的策略里面。对我来说，假如要快速的成长，要融资而且要踏出国外市场的话免不了这种企业活动是很重要的这第一点。特别是假如要踏出另外一个领域是自己不熟悉的，好像我们本身都是从传统生意做起嘛。 F&B 是个很传统的生意，我是在2015年才踏进去这个科技领域而且是从投资别的科技公司学起，所以你不投资你就学不到嘛，这第一点。投资了过后我就看这种科技的方案能怎么样用自己的 F&B， 我是这样子下手的然后慢慢觉得其实这个科技的这个转型对自己来说很重要。那是在2015年2016年了我要怎么样是而且看到它协助到我们拿到更加多的生意假如自己能拥有这个方案的话，我们就可以做更加多了。但是我又没有这个团队来从零开始唯一能做的就是收购，这样对的 partner 他们可能是在做这科技的，做 IT consultation 的，或者是做这个 POS 的 point of system， 就是零售科技零售销售系统的我就一个个收购回来 OK， 这样自己变成一个完整自己的整个生态系统这样
到时候我们给客户的这个方案，它会变成一个全方案，并不是说我只是今天给你这块，我解决不到你第二、第三、第四个的痛点。我希望我能帮你解决你10个痛点，我能帮你解决5个痛点了。从同一个服务商来帮你解决的话，会省掉你很多时间，而且他们也不需要对接那么多个人，那个是以这样的这个角度来创办这个集团的。这个时候，我想很多的中小型企业可以从这边得到一些启发，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老板呢，他可能想要做一个事业的时候，往往都会想从零开始做起啊，但是可能去收购，它也是一个可行的一个路径啊。那但是这个路径上面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几年你在这个企业融资上面啊，这个也是收购回来的吗？还是你是从头开始的呢？企业融资方面的话，就是自己开始的。企业融资服务是你从头开始的，对，所以你蛮厉害的，你又收购，然后又自己又开始一些新的事业，这样子。对，因为自己本身是了解那一块的嘛。我是收购我本身不熟悉或者是我不会的东西。OK，收购了就有对的伙伴来学习。当然，收购过后呢，有很多的东西需要完成的，包括收购了要重组，因为公司很多嘛。要怎么样整合资源，这第一点。而且这个整合资源的这一段呢，是它最主要是包括了这个文化方面的整合。因为我们收购讲是生意，但是到最后来是收购是人嘛。每个公司被聘入进去一个集团，都带着不同的文化进来，也不带着不同的这个管理的思维，所以要将这个思维慢慢的是结合在一起呢，是需要一段日子的。有一些可能比较快，6个月，有可能需要2年。但这2年整合了，东西可能也变了，因为经商环境会变嘛。从我们疫情之前到过后，然后之前能做的东西又不能做了 ，OK， 所以可能分分钟说聘购的公司，可能在现在新的环境来说，是已经这个生意模式应该是不能用了，这样也是很可惜。所以收购的好都也是有自己的风险，无论这些公司多么成功，被收购了，可能文化方面整合到来不对，就所谓的水土不服嘛，所以这个收购可能也不成功。所以对于那些想收购的企业来说 ，OK， 他们也要很小心要怎么样将这个收购的这个策略做好，特别是在整合方面。是，不管是你收购的公司，或者是你就是从头做起的，像比如说这个企业融资的服务这些方面，其实你是如何将你现在你这个集团底下的这些的事业体，让他们来相辅相成？因为我们知道最终你在做的是一个企业的这个解决方案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描述一下这些不同的这些事业体，它是如何来帮助中小型企业？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要收购这些公司之前，或是我找这些伙伴之前 ，OK， 我都会从客户的角度去看这个客户，我们怎么帮他增值，他需要些什么东西，我们就拿一家餐饮公司来做个比例吧。他可能要的并不只是 marketing， 他也想知道他要怎么增加他的营业额，他要怎么减去他的成本，而且他们的想法都会比较传统的角度来去看。但你跟他们说我用科技来帮你解决的话，他就想到科技是在花钱了。OK， 有什么东西是不需要花那么多钱立刻可以看到效果的？我觉得这是马来西亚中小企业的思维啦。OK， 他们不能等，你叫他们等6个月1年的话是免谈啦。OK， 我要看到是今天做了，明天就看到成绩的东西，所以这个是科技方面是解决不到的。那这反而一些非科技的解决方案是能做到的。例如，假如今天他们是卖一个酱料的，他需要开拓的是市场，我可能可以帮他开拓国外市场，或者是我帮他开拓我们的 supermarket 或是 grocery， 我们客户已经有了嘛 ，OK， 我能不能帮你卖到去这些百货公司 ，OK， 这是他们没有的这个人脉，好，我们就可以把它打通了嘛 ，OK， 这个跟科技无关啊，但是对他说增加到他的企业，但生意上来了，他就开始会想了 ，OK， 我要怎么把东西做得更加快？好，这个东西生意科技开始导入进去，我要怎么拿到更加多客户的这个资料和 database？OK， 所以你需要个客户管理系统。他们开始就会慢慢听了，明白了。所以我就从一个我是商人，我要做的东西的话，
我还没有投在科技之前，我有没有办法给他这样的 solution？ 我给得到他这个解决方案了，他就很乐意去听说 OK， 现在你要花个100千投资在这个科技方案，我肯了，因为我的营业额起了100万，好，接下来会起200万300万，但是起到200万300万会一定有个瓶颈，因为我没有投资在我的公司，投资科技在这公司里面，我没办法做个 digital transformation， 他们看到那个重要性了，所以只有从一个了解客户要的角度，还有怎么帮他们增值的情况之下，才知道我们要我们需要有什么的服务方案在整个集团里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这个零售管理呢到 business consultation，还有需要融资这个方案给我们的客户。说到融资，其实我在报道当中有看到说，你们的融资的方案呢，其实是跟传统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那因为传统我们都知道有些可能就是跟银行来贷款，要不然的话可能去找大耳窿有些走投无路。你们非传统的做法会是怎么样子的呢？我们有几种，我先从自己的经验讲起了。今天 Inside Innovations 能成长快，一部分也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市场呢，总共融了差不多2000万左右，这几年了。OK，当然融资到一个地步，我们也会停下来。因为那时候银行就可以开始支持我们了嘛，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跟几家大型银行也有拿到贷款了。Okay， 但是从一家公司是新创公司到了跟银行拿到贷款了，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跃进。但是还没跟银行拿到钱之前，我们要怎么去做这个融资呢？最传统的方法就算是跟朋友亲戚借钱吧，或是叫他们投钱。但是我个人的经验，我会不走这一块了。Okay， 我走过。我不走这块，因为压力太大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身边很亲的人，他们也不大了解你在做些什么东西，就是靠一个相信的东西。但是投资是需要风险的嘛，它会成，它也会失败。但失败了，本来是投资的，就变成说你欠我钱了，变成一个贷款，私人贷款了。所以与其是这样的话，而且你有多少个亲戚朋友可以跟你来支持你了？所以最主要是人情债是最难还的，太难还了。OK，所以唯一能做的是把这个的市场扩大。我们最主要通过这个股权众筹平台来做，我们也很幸运在不同的平台融过资。我们在3个不同平台融资，从最早期的这个Crowd Plus 到 Pitch In， 然后到 Funnel 最近改名了叫 Alta 嘛 ，OK， 然后我们也拿了Alta 的一个股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转变了。我们通过用他们的服务了解这个市场怎么去做，身边的朋友开始就问我，你怎么融资？你可以教我嘛？慢慢的去跟他们说，也变成他们的 consultant， 直到我们本身也投资了一个股权众筹平台。因为我知道这个人怎么帮助到更加多的中小企业，本身就是过来人嘛，把那个股权的架构还有投资架构做好了，对于投资者来说有个交代。我觉得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有素质的投资者。我本身就有超过300个投资者在我身边，我也能说这300个都是贵人。为什么讲是贵人呢？我们很善于利用他们的资源。每一个人，无论是他们是做生意的，还是他是一家公司的员工，只要你跟他蛮好好的打交道，你就理解到 OK， 他有这个资源，我想做这样东西的话，你能不能帮我？他们都很乐意协助的，因为这间公司他们都有股份嘛，无论是多大或者是小。所以我觉得这个股权众筹平台呢，它并不只是给到资金，它也给到无法取代的人脉。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而且众筹呢会帮助一家公司的知名度提升，他除了他可以就是来筹到钱，能够得到他需要的资金，他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更多人来认识他这家企业啊。对呀。那其实我们来聊一下关于这个数码化转型这个部分啊，因为其实在整个数码化的技术上面呢，要确保企业老板他懂得怎么操作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其实你有什么想法吗？你在研发一个服务或者是一个界面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确保它是容易上手的？我们由内部团队去
去做白老鼠先。OK 这是最主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还有实体店的原因。与其将一个还未成熟的产品交给客户，叫客户去试的话，我觉得这个第一很不负责任啊。第二呢是他还不齐全，会拿到更加多的坏的这个 feedback。内部团队呢给的这个回归是最直截了当的 ，OK， 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因为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 operation， 会怎么影响到内部的finance 部门，因为 report 不齐全，或者是他们原本用的这个东西，为什么别家的科技服务商能给到一个这样的 report， 我们给不到这种 report， 我们就去改良了，OK，所以而且科技呢，并不是说我有这个产品我去靠个想象力创办出来。是从 operation 的这个 flow，OK， 了解了才去看痛点在哪儿，才去慢慢去研发这东西来解决每个 operation 的这个所谓的流程的痛点来解决，这个才是对的一个产品。所以我们是以这样的角度去研发的。我看你脚步也走得很快耶，现在你有关注到 AI 的主题，很像你也要把 AI 的技术来融入到你们的服务当中，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个部分呢？AI 这是免不了，肯定的。就好像很多年前大家都没有想到说每个人手上有一部智能手机嘛 ，OK， 这是已经免不了的。每个人都用 Google，OK， 也是免不了。AI 的发展去到一个地步，就是每一天你都会去用，而且现在的 AI software developer 也蛮多。我们并不会踏入这一块，我们会拥抱 AI。为什么我这样子说了？这样每一个人专注的地方不一样，但这个市场已经有很多 AI specialist 的话，我不需要把自己变成那么一个 AI specialist， 我反而想跟大家合作。我们想谈的是一个collaboration partnership， 不需要我们又浪费这个资源去做 AI 你做好了，我怎么去拥抱？我怎么将你的 AI 的这个方案跟我们的零售科技方案结合在一起，然后推给我们的客户因为做 AI 的 solution 的话，是他要推给零售客户，可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到目前为止，很多传统生意的商人，他们对 AI 的概念其实还是很模糊的而且也不知道从何下手。你要叫他们付一笔钱去 subscribe to AI solution 的话，是个很痛，可能付了这个钱没用到所以或者那时候就是我们会专注回我们这一块，就是零售科技。了解，其实在做这个企业的解决方案，我相信大家有一个很刚性的需求，就是数据。因为数据呢，对企业来说非常重要，要如何让企业能够精准的掌握客户的需求，或者是他的服务范围，其实他们对于数据的要求一定是很高。那你是如何去满足这么多的数据的要求呢？OK， 第一，我们的主要客户呢，并不是人家说中小企业嘛 ，OK， 我们没有从微商下手 ，OK， 我们最小的客户呢，他们可能一年的营业额都差不多200多万到300万，我们讲这是小企业。到中企到上市公司的话，可能一年他们的营业额是差不多5000万甚至上亿的，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的这个数据就很丰富。但数据很丰富的话，就需要一个客户管理系统来做。但假如你只有一家店，而且你本身就是那个店长，你也是老板的话，对他来讲，他的数据就是每一天我看到这个客户都是熟客，他每一天来喝我的咖啡，他就是在 order 一杯 long black，OK， 他已经有这个数据了。他可能每一天都会喜欢吃他的nasi lemak。Okay， 对他说，他这种数据够了，他不需要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科技或是解决方案来给他。是当你的店多了，你有100家，你50家零售店，你还需要这个科技方案来帮你处理这个数据。处理了数据，要怎么把它变成一个生钱，对吗 ？OK， 不然花了这个钱拿到数据了，怎么用？但是不知道怎么去用的。就要去了解后面这些客户的背景是谁，然后我们才可以去做这个 market 的 segmentation， 还是可以用什么样的东西来做个 marketing campaign 来拉他们回去他们的店来继续消费。所以而且我们都会将我们这些数据呢跟我们的一些 marketing solution 和 redemption solution 捆绑在一起，来给他们一个比较全面的方案。
那其实你们在提供服务的时候呢，是不是需要一些所谓的教育的过程？因为像刚刚你所说的 AI， 其实现在可能还是在一个教育的阶段嘛。那在过去的这样子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你们又并购了很多公司，整合了很多的这个服务项目。我相信要去来说服中小型企业去运用起一些的服务的时候，那个说服的过程，有人跟我说是蛮痛苦的。那我不晓得你自己是怎么想，那个说服的过程还有教育的过程，对你来说是一个怎样的经历？是非常痛苦，不是很痛苦，是非常的痛苦。我们不用说服啦，我们用分享。OK， 而且很多人做的方法会是说，今天我给你这个 idea 的话，我可能要算你钱。对吗 ？OK， 就好像你去律师楼的话，是你还给你 consultation， 每个小时算你钱嘛。但是我们这里做法反而是我给你 case studies，我不会告诉你是哪个客户，但是我会跟你讲这个客户before after 是怎么样的 ，OK。而且每个人之前都是在 struggle 的，就是说，我要拿这个心大心小 ，OK， 要不要付这个钱 ，OK， 到底对我的企业有没有帮助？对，因为我们也不想让他觉得 ，OK， 这个钱我白给了 ，OK， 所以我们就从另外一个比较容易下手是，你赚钱了我赚钱 ，OK， 你这时候你不需要付我任何的费用 ，OK， 直到你舒服了 ，OK， 你觉得我需要你这个东西了，我对于你们的方案我是很清楚了，而且我有信心了 ，OK， 你可以每个月花我这个时间给我们嘛 ，OK， 这个我们就做到了哈，但是这段日子呢要去做的话，往往我们都会从生意销售，我都会看着。我只要今天能帮你增加你营业额18%、20%的话，我就跟你一个关系了，对不对？你就会记得我帮你成长你的营业额了，或者是我帮你的这个成本降低了18%，你也会感激我哦。我们会从这里先下手给他们看到说这个东西怎么帮助到他们，这样就会慢慢移除掉他们的疑虑还有焦虑。了解，有没有哪一些的成功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其实有蛮多下，我可能只拿一个来分享一下了。OK，所谓叫做全方面。我有个客户，我不要讲哪一个领域 ，OK，就是卖一个产品，engage 我们之前可能一年营业额在一个500万、600万吧。也在 struggle 着，因为资金周转不来嘛，所以他就跟我们的这个我们有个 online lending platform， 就是数字贷款公司嘛。我们做个贷款给他，帮他周转了一个3个月、6个月。但是我觉得只是帮他周转的话，我就是靠他现在营业额来转的，我也是担心他会辛苦。最主要是我能不能帮他增加他的营业额然后我就帮他开放了一些是他没有想过的企业界的客户，因为他们可能平时就是做的是所谓的消费者、零售消费者。我帮他开了这个企业这企业可以跟他买，它的量就比较大一点了。然后我就看着你的 online 会做的怎么样， online 之前还做的不是很好，我能不能通过你给我一些的 vouchers， 可能就是一个200块、300块 OK， 我放在一些平台帮你推。当然这个平台帮你推呢，是就看这些人有没有办法去帮你买这个 vouchers， 可能这个 vouchers 是500块的，他们用100块来买。但是人买了就可能就会说我来你店消费，对吗 OK， 就引流了。但这样的一个阶段，第一我看他营业额起了，我没有记错的话，我看他去年的营业额已经起到是1000万了，OK， 而且今年会再增加营业额起了，他需要更加多钱的周转 ，OK， 我也觉得我们是很安心的去给他更多资金去帮他周转，去借给他们了 ，OK， 然后我们就会从那个角度去下手的话，就是我能怎么样协助你把你公司赚大，或是给你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你的思维因为他们是中小企业嘛，当他们看到说你公司也收购，也在融资，你能帮我做些融资吗？找一些 investor 但是找 investor 进来的话，他可能就需要有一个让 investor 退场的机制所以而且最近也看到我们把一些公司变卖了，他想跟我们学习一下你怎么做这一块所以你看一个中小企业最主要是我改变他的思维，他想到说我有办法可能可以变卖我公司，我可以退休，再梦想大一点的话，我有没有机会拿去上市，这个都是很短的1年时间来改变他们的这个想法，所以他们生意人做大是因为思维改变了说到思维改变其实
看到新闻报道，你们公司在2020年的这个业绩呢，一共是马币1000万令吉，然后在短短的3年之内呢，让业绩成功的翻了7.5倍啊。那你觉得其实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思维的转变，或者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关键因素，让公司盈利能够翻转7.5倍啊？你的成功其实可以带给中小型企业什么样子的启发？我们的集团呢，可以有几个的价值观 ，OK， 主要价值观 core values。第一是我们是讲成长型公司 ，OK。所以我们有个 growth mindset， 这是一个思维，成长的思维。它你一个成长思维的话，你就会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就是我现在每一天就是这样子卖的方式行不行？还是我要收购公司来壮大，会比较快一点？因为你收购回来的公司，他们也是有自己的客户。我们今天的产品或者是服务方案能不能推荐给他现有的客户？我们现有的客户能不能变成他的客户？我们就可以做很多的 cross selling 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成长思维会让我们内部的人，包括我和我的伙伴，还有我们的团队，都会想不同的方式去成长，包括说大家有个比较敢发梦的，或者是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梦想，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机会冲出国？今天我们有业务在印尼，我们业务在新加坡、文莱、泰国和菲律宾来着了。好，我们也在探讨着香港和台湾，好，越来越多这种所谓的 partnership， 这个都是因为成长思维驱动整个大家的做法。好，所以这是第一点。有了这个成长思维，大家就敢 take risk， 就是敢冒险了。好，我觉得这个冒险的精神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冒险会很怕，但你有几个伙伴在一起的话，是大家就那个胆就大起来了哈。OK， 这也是为什么说一个人要做大生意的话，会很长很长，走一段很远的路。你找到对的伙伴的话，通过合并找到对的伙伴，这样这个梦想就大了。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有办法从一个1000万跳到7.5倍。通过收购这回事。第二是我们也通过蛮多的organic growth， 就是开拓自己的不同的市场。随着团队成熟了，大家的能力也提升了，所以拿到回来的客户也越来越大啊。这是人才，我们也积极的培养这人才。在你的公司名称里面就有一个字叫做创新 innovations。 对，你会觉得说在冒险的过程当中持续的创新是不是很重要的呢？这是非常重要。我们这样子说了，以前我们做一个公司的 projection， 都可能说一个5年10年的 projection，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一个10年的预算或者是 projection 呢，已经不合理，东西变得太快了。在我们的核心价值里面有2样东西是大家都要学习的，一个就是学习keep learning，第二个呢就是你学习了你才知道世界有多大，东西在变着，东西之前不行的就要面对现实淘汰，重新学创新新的东西，所以 innovation 是很重要。也是因为这样子呢，有时候这个团队当我们需要新的一个元素的话，我们就会去招新的人才回来，来提升大家的这个知识。了解，对，我相信呢，其实企业创新是非常重要的不管是哪一个行业，其实要不断的往前走，因为真的是不进则退嘛。对，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来自 Inside Innovation Group 的 CEO 谭立宗谭大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对，立宗非常谢谢你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我相信呢这时候就是正在观看或者是收听的朋友呢，肯定有非常多的收获。希望很快的时间我们可以再一次邀请你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相信下次可能再见到你的时候，就可能不是7.5倍的成长了，可能是更高的更多的成长，我们非常的期待。好，谢谢你 Isaac。 谢谢。那不晓得你对于这家公司 Inside Innovation Group你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对于他们的成长，对于他们在整个企业重组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分享当中，你是否有得到怎么样子的启发呢？欢迎大家都可以在底下留言来告诉我们。正在 YouTube 观看的观众呢，可以这个时候就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就会看到我们所有最新的节目。我们下次见。